在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民进党。汉哥讲，你还可以骂赖清德就不是一种独裁。现阶段它是迈向独裁的过程，就要先让他真正的把五权分立完成了七权垄断。国会多数也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就是民进党爱咋干就咋干。当你的根都被刨掉了，你们这些县市首长的人物，知道你们是唇亡齿寒。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所以当他讲有3把刀、军演刀、关税刀、罢免刀，看到民进党的执政，就只有他妈的小李飞刀。所以今天韩国瑜站出来讲这些，为什么民进党只有他们一个党可以爱台湾？为什么只能清一色？台湾的政党政治，或是台湾的民主未来的深化跟发展，不能够只有一个政党。中华民国政府在辜立雄跟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他们买了几百万颗的手榴弹。恁家的台湾人，你看了多少千点？你们去查清楚，他们的孩子有多少人愿意留在台湾跟大家共存亡？现在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民进党。我们希望和平没有输家，战争没有赢家。我们如果让赖清德继续说一套做一套下去，未来的民主就毁掉。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加油！加油！只有他一个人从头做到尾，可以帮馆长揪出扣子，大家说好不好？最后，让我们大声呐喊，也请我们院长帮我们大声呐喊，把自由还给台湾，董把自由董哥，还给港人大和解。把自由还给我们。从去年开始的时候，他对于韩国瑜是相当友善，但是没有公开的这样。多数的老百姓其实对于所谓的检调抓人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无感，他觉得柯文哲被抓，然后黄礼柱也被抓，那个是你们政党的事情，跟台湾多数人是无感。是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其实独裁当然呢感受不是那么强烈啊，有人感受很强烈啊，投身政治、关心政治，我们感受很强烈，所以更要去站在你怎么样跟老百姓的共情，怎么样去体谅到说，老百姓辛苦啊，民进党却把我们的辛苦的纳税钱拿去给绿油油一大堆，但我们自动都补得回来。所以我觉得这是韩院长他始终秉持的那一句莫忘世上苦人多。那第二个呢，当然他讲说两岸的那个军演的问题嘛，他把赖清德跟台湾人民做一个切割。对，所以赖清德拿的是手榴弹，台湾人放的是和平鸽，所以台湾人要的是和平，只有赖清德要制造对立。在现阶段，赖清德继续制造对立，继续制造两岸之间的冲突，那军演还是会一直来嘛？包含赖清德可能520演讲，然后军演就会一直来啊，更加的扩大，而且赖清德他可能会主动的要去扩充啊他的台独理念，变成有海峡雷霆2025的 B， 那为他的大罢免继续加温。到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必须预先知道，在野党已经有警告过你，为什么会有军演，是因为赖清德。所以未来如果再有军演，民进党在讲说，你看台湾要团结啊，我们要一起去反对共产党啊，不好意思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你赖清德的问题，不是台湾人问题，台湾人要的是和平。再来呢，就是罢免的部分，赖清德显然是不会听的。我们在野党有释出了这样的一个善意，那如果大家希望台湾的进步跟团结的话，那赖清德应该要停止罢免，但不可能嘛，所以还有结论是什么？那大家都要出来投票。这个民众党台湾之声下面的留言，里面的很多留言呢，也都是觉得韩院长讲得好，都报以支持跟肯定。因为过去可能投给民众党的人，一度不会那么喜欢韩国瑜，但是现在通通都肯定韩国瑜讲的是对。一方面当然是韩国瑜的内容本身是很正确。再来，其实最简单的，在民进党这个更大的敌人面前，我们都是造谣跟都是谎。你看韩国瑜被斗得多臭，柯文哲被斗得多臭，国民党被斗得多臭，就你自己被斗臭了，你才发现过去被斗臭的那个都是假的。所以现在才会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站出来。今天大家最担心的啊，那大家在凯道上集结完啦，就叫一叫骂一骂又没事啊，赖清德也不会把你当一回事情。在野党的朱立伦或者是黄国昌或者是任何的有志之士，告诉大家下一步总不会就是等到投票当天下守护票吧，实在有点不够。当然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我们也期待在野党能够有更强硬的做法。从6点声明、军乐会谈到朱黄主席会到现在，中间走了太多不容易了，台湾人真的过得很苦。2024的国民党、民众党没有合作成功，当时如果成功了，会不会就赖清德不会上台？从柯文哲被羁押禁见之后，其实我们也全台办了非常多的，希望能够把柯主席放人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从去年就一直都在奋战到底了。上周四黄立群第一次被押的时候，蒋万安先宣布，接着张善政宣布，然后呢后面
才有这样整个声势起来。讲什么不重要，重点是表态。有的时候选边站，国民党的每一个县市，当然也会让大家看到说这是一个团结。最关键的还是在今天过后，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因为如果我是赖清德啊，在我看来还是叫做喊一喊叫一叫。它是一样，是再有别的形式，然后来展现出自己的一个在野党的力量啊。当然我不是去唱衰啊，我也不是去攻击，我当然希望说人越来越多。可是怎么样的宣传的方式，那我们也要检讨，就是这一场，因为国民党自己有分动员的状态啊，就他每一个地方的党部，然后每一个比如说什么协会的动员，我觉得接下来还要去检讨说，如果扣除掉这一些已经确定动员的人以外，那多少是自发性的。我这边要抨击伟汉哥讲的言论，你还可以骂赖清德就不是一种独裁，对于中间或多数民众是有效的，就这个独裁的氛围还没到那么浓厚，因为毕竟现在只是在一个迈向独裁的过程。但如果我们要用学理上的定义，比如说威权独裁、僵尸型民主，叫做民主式的独裁，在学理上的定义，民主专选举式的民主都是符合学理定义，但对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无感，因为现阶段它是在一个迈向独裁的过程当中，就好像那希特勒刚烧国会，希特勒刚刚去抓共产党人的时候，严格来讲他也没有到集权统治，可是他就是在迈向集权的过程当中，就必须要先喊卡。如果不喊卡，我们就是放纵他一路迈向集权。现在赖清德也是如此。现在你说啊，那他也没有像以前两蒋动不动把人抓起来枪毙啊，他也没有像这个毛泽东时期啊、希特勒时期，但他在迈向这个威权跟戒严的这个路上，就必须提前喊卡。他什么时候就有机会迈向威权独裁了呢？就是如同韩院长说的，你打麻将如果全部都是清一色，对，就是如果国会多数也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让他真正的把五权分立完成了七权垄断，那就是民进党爱咋干就咋干，恐怖时刻，真的。所以未来还是在必须多宣传，而且是告诉大家的这个危险性是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可是刚才包括黄国昌，然后到现在侯友宜都站出来，侯友宜过去最保守，很多的画面你是会有深刻的感受，感受是说没有想到赖清德可以把大家逼到这种程度。赖清德今天还发表了一个很干话式的讲话，要战独裁应该要去北京天安门。可悲啊，赖清德当总统，警服们都变天安门，到现在他还没有搞清楚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他其实就是在滥用司法，残害政敌，司法不公到了一个恐怖令人发指的程度。高雄大家都知道，根本高雄市国民党根本连帮都没帮，然后去大搜索大搜捕，然后把徐尚贤坐在门口也不行，把他扣进去要压在地上再收押金，这种行为，然后到处弄青鸟在那边放风声说，哎呀，你不要犯法就好了。我告诉你啊，青鸟，希特勒抓人的时候一切合法。希特勒把不会纵火案的那个荷兰人的那个工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没错，隔年就把他枪杀了，放个火就要枪毙，杀之而后快。赖清德竟然用个战独裁，你是不是该到天安门这样的讲法，真的是很荒谬啊！这主总统没有，我只能说台湾今天出了一个空心菜蔡英文之后，又出了一个我觉得自恋到无以复加的赖清德。台湾人民真的要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在野党，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对，当你的根都被刨掉了，你们这些县市首长的人物，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唇亡齿寒。如果你们不团结在一起，把真正跟你们的核心价值理念的东西真的好好梳理一遍的话，我看你就是被民进党给各个击破。我们这些聪明的人、读书人，不是绿区，不是青鸟、黑熊们。我们超前部署，所以我们现在要清楚的告诉大家，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我们要终结民进党的一党独大，自己还是要自立自强。民进党是持手榴弹，他们要战争；台湾其他人民是和平鸽。其实这相当于是把台独跟台湾人切开。民进党就是台独，不仅是台湾独立，而是台湾独裁。独裁者跟其走狗，同时也要搞台湾独立，所以台独定义成双重意义，一边是追求台独跟台湾独裁，让赖清德做台湾国主人的人。但是2019年蓝白之间的对立，2024年达到一个最高潮。到了2024年过了之后，大家开始发现这对立其实很不友善，立法院的合作气氛慢慢下降，然后接下来柯文哲被收押，终于经过了5年的时间，在野的蓝白终于学会一件事，再分裂下去，大家都要死。赖清德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往老共方向已经没东西可以切，再切就是台独，因为你已经宣布境外敌对势力，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切。当他越来越切近的时候，对岸本来是没有在说的，民进党上台之后，尤其蔡英文大概到18年、19年越来越过头的时候，对岸也在压缩这条红线，所以这条红线现在是已经是贴合的了。